嗨，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糯米饭大家都吃过，可是做成糕点又是怎样的体验呢？想了解，就请跟着彼得一起来瞧瞧吧。Let's go！ 首先将300克糯米浸泡3个小时，50克花生清洗干净，再沥干水分。倒入热或中火炒干，炒拌约1分钟。炒干后再加入一点油，中小火炒至香脆或颜色变深。盛起备用。100克红葱片，中火油炸。我偏爱葱油片的香味，所以稍微量多，大家可以自行拿捏，完全不会影响成品最终成败。油炸至金黄色后，沥干油分待用。在锅内留下2大匙葱油，爆香15克蒜末，爆香后的蒜末内加入其他食材一起炒香，3朵香菇切细片，1条腊肠切丁，30克虾米浸泡10分钟后沥干水分，中火炒至香味溢出。接着将沥干水分的糯米加入，稍微拌炒后就可以开始调味了。半小匙的胡椒粉，1/4小匙五香粉，1小匙鸡精粉，1小匙盐，1小匙生抽。将所有食材一起拌炒匀后再盛起。此时散发出来的香味还是教人很难抗拒的。将炒香的糯米中火蒸1小时。30分钟后打开锅盖，将米饭稍微翻拌，然后加入100毫升清水。您也可以自行酌量水的分量，因为这糯米饭最终会裹上糕皮，所以不需要太绵密。接着继续再蒸半小时，等待中取出330克糯米粉，我们来开始糕皮制作。55克粘米粉，这是糯米粉与粘米粉6:1最佳比率。半小匙盐，1小匙白糖。所有材料倒入大碗后一起拌匀，就可以开始准备和面了。备好200毫升清水，分多次慢慢加入，先将糕粉和成面絮。先搓一小块约50克面团，放入热水锅里煮至熟透，浮起。
将熟透的面团捞起，重置回粉团内或匀。这个做法膏皮较有张力，不会轻易被扯破，很好塑形。120克红火龙果切细，过筛取汁，这次取红色天然色素。将火龙果汁加入粉内，最后加入3大匙约50毫升炸葱油，再揉入面团内，一直揉至柔顺，表面光滑。合格的面团最终必须是表面光滑、软硬适中的，湿经保湿。时间到，将蒸好的糯米饭取出，待稍微降温后，加入适量麻油，炒香的花生、油葱片，然后拌匀。拌匀后的糯米匀分小份，每份30克。将糯米团稍微按捏紧实，方便操作。膏皮营养匀成30克一小份，搓圆后备用。香蕉叶面抹点油防粘，取一块面团按成小窝状，再置入一小糯米饭团后包实，用虎口慢慢推挤膏皮，移植到密封即可。您也可以用自己感觉更方便的方法处理，舒心就好。在收口后的膏胚抹点油，再按紧实，这时候会感觉有少许空气从内排出。将膏胚稍微按扁，再用手心滚动塑形。对初学者来说，这是很容易掌握的技巧。糯米果定型后不易走形，在塑形这方面，你也可以天马行空，自由发挥。膏胚垫上蕉叶即可上锅蒸。此食谱完成后共24个。水开后，中火蒸15分钟。沾米粉的关系，所以需要较长的蒸熟时长。蒸好后，在表面涂上葱油，小红点点缀，更添吉祥喜庆的氛围。福建籍贯的小孩满月祭祖时，可以考虑这样做。淡淡粉红的糯米果很讨喜，加上散发出来的阵阵香气，特别诱人。剪一个让大家瞧瞧。皮薄馅多，真教人垂涎欲滴，没法抗拒。单从外表就可以感受到那膏皮的软糯，加上糯米内馅弹牙，只有吃过才能体会出那齿颊留香的感觉。我是彼得，我们很快再见，拜拜。